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給大家介紹裝置了酷睿 i7-14700HX 處理器和 RTX 5060 Laptop 移動獨顯的 3A 遊戲迷你電腦機械師曙光 mini。這是一台獨顯迷你主機，也是我們看到的機械式品牌的第一台獨顯迷你主機。在今年內存和 SSD 誇張的漲幅下，據說顯卡 GPU 也會步其後塵，因為老黃的產能都留給 AI 計算卡了。所以如果真的有遊戲需求，該買呢還是不買呢？機械師曙光 mini 裝置英特爾 i7-14700HX 20核28線程的移動 CPU， 裝置 NVIDIA RTX 5060 Laptop 移動獨顯8GB GDDR7 顯存，雙通道 DDR5 內存5600兆赫茲 M.2 PCIe 5.0 和 4.0 的 NVMe 接口，兩屏顯示輸出，1000兆網卡加 WiFi 6E。這是一個巨大的包裝，打開來看一下，主機和配件都在這兒，電源線，贈送的 Type-C 拓展嗚，底座，說明書。這板磚大電源是20伏14安，一共280瓦功率。小主機是深灰色塑料鏤空機身，正面有機械式的彩色激光 logo。前面板頂部是電源開關鍵 ，USB 3.2 進一 A 口 ，USB 3.2 進一 C 口。音頻接口，這是兩組 LED 幻彩燈。後面板1000兆網絡接口 ，USB 3.2 進一 A 口 ，HDMI 2.1 接口，全功能 Type-C 接口，可以輸出 DP 顯示信號，20伏電源接口。後部、底部都有通風口。一進 BIOS， 首頁是簡易模式，就可以設置性能釋放。輕效模式45瓦，進階模式90瓦，巔峰模式120瓦。我們設置巔峰模式120瓦，來測試這台機器的極限性能。進到高級模式 ，BIOS 裡顯示預裝了 32G 內存5600兆赫茲。這裡可以設置來電自啟，啟動 Windows 後，也可以在機械師控制中心設置性能模式，輕效、進階、巔峰和 BIOS 裡的模式是一一對應的。穩定性是我們最關心的問題之一。我們打開i364跑 FPU 單考的壓力測試 ，CPU 功耗平均120瓦左右，整機功耗180瓦左右 ，CPU 頻率平均運行在 3.8GHz， 在單考的1小時10分鐘內。CPU 功耗保持平均120瓦左右，室溫20度的情況下 ，CPU 溫度最高86度 ，SSD 溫度最高上升到42度。我們首先使用機械師曙光 mini 小主機的 i7-14700HX 來轉碼，看看實際效能如何。最後結果是7分39秒，共計459秒。這個成績超過了主流的 HX370 和 285H。比 275HX 和 Max Plus 395要差一點點。CPU-Z 多線程11630，單線程821.4，多線程性能排名所有 HX370 和 285H 之前。Geekbench 5多核18528，單核2022，多核成績竟然超過了一些 Max Plus 395，大幅超過了 285H 和 HX370。Geekbench 6多核17112，单核2850，多核成績大幅超過了 285H 和 HX370，接近 Max Plus 395。Cinebench 223多核25943，單核2089，多核成績超過了所有的 HX370 和 285H， 低於 275HX， 也低於 Max Plus 395。Cinebench 2026多核6187，单核646，多核成績大幅超過了 HX370。Passmark 多線程46506，
單線程4409，多線程成绩超过了主流的 285H 和 HX370。综合来看，目前这台机械师曙光魅力的 14700HX CPU 的性能低于最顶级的 275HX 和 Max Plus 395，高于今年主流的 285H 和 HX370。接着看娛樂大師，總分1913405， CPU 得分920,724。好了，都到這兒了，點個關注不過分吧？謝謝啊！先來打遊戲吧。賽博朋克2077 2K 低光追畫質，沒開真生成，我們來跑性能測試。平均帧76帧，最低帧66帧。打開多帧生成，再跑一次。平均帧179帧，最低帧163帧，可以吧？荒野大镖客2 2K 超高畫質，沒開啟 DLSS 運行評估測試。平均帧72帧，古墓丽影：暗影 2K 最高畫質運行評估測試。平均帧102帧。地平線5 4K 超高畫質，打開2倍抗锯齒，不開 DLSS， 普通場景80多帧，複雜場景70帧左右。地平線4 4K 超高畫質，不開 DLSS， 全程平均110幀以上。黑神話：悟空 1080P 超采50，打開 DLSS， 不開真生成，畫質全超高。測試結果是平均帧62帧，不錯的。我們這個時候打開多幀生成，
測試結果是187帧，厲害啊！實戰一下。这就是 NVIDIA RTX 5060 Laptop 独显带给我们的游戏體驗。我們先 FurMark 單烤 RTX 5060 Laptop 移動版115瓦，再加入 CPU-Z 雙烤 ，CPU 性能釋放達到了100瓦 ，GPU 平均100瓦。我們跑了 3DMark 的測試 ，TimeSpy 12806 ，Firestreak 31473 ，Steel Roman Knight 90.99 FPS， 穩定度 98.6% 通過。把 3DMark 的測試數據也做成了圖表，我們來看一下：低於 5070M， 高於 4070M。8G 顯存 RTX 5060移動版，我們也跑了拉瑪3大語言模型測試，還是探測色編程。結果是 48.01 token 每秒，接近 M4 Pro， 高於 Max Plus 395。顯示接口輸出，獨顯直連的 HDMI 接口最高支持 4K 144赫茲8位 RGB 顯示信號輸出，連接到 Type-C 接口輸出 DP 信號最高支持 4K 144赫茲8比特 RGB 顯示信號輸出。我們這台顯示器支持 DP 接口超頻到160赫茲，超頻後 Type-C 接口能夠支持4K 160赫茲的8位 RGB 顯示信號。索尼 OLED 電視連接 HDMI 線纜，小主機能夠輸出 4K 120赫茲8位 RGB 顯示信號。NVIDIA RTX 5060 Laptop 視頻解碼，最高能硬解本地 8K 60幀 AV1 視頻。YouTube 8K 60幀 AV1 視頻可以流暢播放。原廠 PCIe 4.0 NVMe 硬盤測試5700兆 B 每秒 ，PCIe 4.0 X4 的入門水平。WiFi 測試 Intel X211 WiFi 6E 無線網卡跑上了840兆 bps， 算是我的無線網絡環境中很好的水平。機械師曙光 mini 裝置了 Intel i7-14700HX CPU 和 NVIDIA RTX 5060 Laptop 移動版獨顯 ，CPU 最高120瓦性能釋放。GPU 115瓦的性能釋放，我們直接列表給大家看。雙烤時整機功耗超過了280瓦，待機最高功耗21瓦。按上面這些結果，280瓦的板磚大電源也夠嗆啊！室溫20度的時候 ，CPU 待機溫度52度 ，SSD 待機溫度24度。這台小主機巔峰模式下 CPU 滿載的時候，機身噪音是51分貝，收回在耳邊是48分貝。遊戲測試 GPU 滿載的時候，機身噪音43分貝，人為噪音是40分貝，看來是 CPU 風扇勁大一些。機械師曙光 mini 裝置了 i7-14700HX CPU 和 RTX 5060移動版獨顯 ，GPU 最高115瓦的性能釋放 ，CPU 能達到120瓦的性能釋放。這是一台迷你電腦綜合性能超強的小主機，不管是 CPU 還是 GPU。
都達到了迷你電腦很強的位置。可以說，如果想在2026年暢玩 3A 遊戲，這台絕對是跨過了門檻。接口配置確實一般，算一個小小缺點，所以廠家會贈送一個擴展坞。總結一下， CPU 性能120瓦的性能釋放， GPU 115瓦性能釋放，散熱靜音穩定， CPU 性能、圖形性能都有非常好的表現，可以算目前 CPU 和 GPU 都比較強的迷你主機。它適合剛需的 3A 遊戲玩家，在這個亂世裡，你想沉迷於遊戲，絕對可以考慮它。好了，今天就講到這裡了，我是老白，謝謝大家的觀看，再見。